朋友说350的医保是哄人的，啥都报不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佳，跑单到了小寨附近，中午了，一会儿去吃个饭。今天小区群里面有一位业主发了一个什么陕西医疗保险，说这是一个政府推出来的新的医疗保险。前一阵其实我在新闻上也看到过，好像是一个人每年100块钱，好像能报销150万，具体我没太仔细看，我也犹豫要不要交一下，但是刚好看群里今天又发了，他说好多人说自己已经买了。这个呢和之前的那个城乡居民一年交320是不一样的，应该算一个是补充的医疗险。中午呢就去红砖南路吃个饭，那里是美食一条街，好像之前也没有拍过。小寨离那儿特别近，几分钟走了。好了，前面就是红砖南路。红砖南路其实离大雁塔还有不夜城都特别近。来西安的朋友如果想吃美食，可以来这儿找一找。这儿基本上都是10几年的老店。都是老店面，吃个面。巷子里面看一看，这是一个什么保险？陕西全民健康保险就是报150万。这今年官方新推出来的一个保险，好多地方都宣传了。这是政府推了一款，就是平常咱们出院有一部分是自费的，那我知道了，好的，政府来负担。好，这个尤其对老人特别好，就医保之外、社保之外的报销，挺好的。一年就100块钱，一个保障，这个不是广告。他说是对老人特别好，每年就100块钱，100块钱确实挺划算的。我就不会买，我刚点开我都不知道怎么点。来了，油锅加鸡蛋。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吃完饭了，今天主要就是说一说医保的这个事情。最早交医保是从80块钱一个人开始交，现在我看了一下，今年交的是350，一家人就得1000左右。然后从开始交到现在，我是一次还没有报销过，但是给小曼报销过。小曼就是生孩子的时候住院，当时可能报销了一下。平时呢，各种看病，包括给涵涵看病，都没有报销过。他有一个最苛刻的要求，就是必须是住院，但是你一旦住院，他给你看病的费用就又提高了一截。有人说本来你这个病2000块钱能看好，住院之后给你报3000，但是你得花5000，基本上就是跟不住院差不多花销。我刚仔细看了一下官方新推出来这个全民健康保障计划，这个呢就是比之前城乡居民那个就是报销的范围可能广一点，然后额度能高点，150万，但是门诊的话还是报销不了。如果把这个险再买上，相当于一个人每年就得交450块钱，350加100。关键是真的是报销起来特别麻烦，因为之前我骨折了，我之前视频应该也说过，骨折当时那个医生就给我说，你可以选择住院，也可以选择门诊，但门诊算下来花的费用肯定比你住院花的费用报销之后还花的少，所以最后也选择没住院，没走报销流程。
但是我之前是给家人在支付宝上买了这种长期医疗险，也是住院险，这个就报销的比例加上范围就更高，也是在居民医保基础上的一个补充。所以官方新推出来这个什么陕西医保计划，1年100块钱，确实很便宜，很便宜。所以都犹豫要不要把支付宝这个退了，买那个。看一看，这是支付宝每个月交的钱。我俩年轻人，我和小曼一个月是25，我爸的能贵一点，190，年龄比较大。然后涵涵也比较便宜，小娃是14块钱。尽说慢说，我朋友已经在群里面开始讨论，现在让把什么医保啥都交下来。有的朋友就说是活得太累，享受当下，不交，不打算交。我把这个医保发到群里面，看他们俩到底交了没交。对，这个城乡医保是按年算的，不累计，相当于退休之后你还得交。然后职工他们交的那个医保是可以累计的。我知道这个自由职业的医保大概在1年在4000左右，然后养老在7000左右，7000多。现在养老不止7000多8000吧，就是最低档位自由职业者。总之我觉得我不想研究这些，我只把最基础的一些医保还有保险交着，然后努力赚钱就行了。你研究过来研究过去也不是你控制啊，对不对？给朋友说一下，反正朋友在一起也是时不时的聊一些该不该交养老保险，该不该交医疗保险，自由职业者该不该自己给自己交，也是经常会讨论一些问题，毕竟已经30多了。然后我跟一个朋友的观点就是暂时不交养老，不交这个自由职业这个养老保险，因为1年差不多要交7-8千块钱，算是一个比较，如果全家人交的话确实比较大的压力。然后这个医保呢350，那是有必要交一下的。但我这个朋友说交那350没啥用，让我把养老交着，就是自由职业养老1年7-8千块钱最低标准，说这个350是骗人的。那你说350都骗人的，那我还得交多少钱呢？交几千块钱的。朋友说350的医保是哄人的，啥都报不成。我就没报过呀。但是这个350又是最基础的，你不得不交呀。好了，在车上休息了一会儿，这会儿准备继续出发拉客了。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